台湾第一点。中了！哎，好重哦，太重了啦！加油！这个是我有注册的金刚鱼，然后因为它是红色的，所以也称作红财神。鱼的公母到底要怎么分呐？人怎么分？人其实蛮好分嘛，对不对哈？大家鱼也一样啊，这个就是母的，这个就是它的生殖器啊。我以为它是公的，我用摸的，我都不用看的。来，给我。公的，对。哎，这个好像龙头鹰哥哦。哎，软软的哎，好像都是脂肪的感觉。对。如果把它剖开，里头有一点像洞。在这个气候宜人的时候呢，第一等又出难题了。对我来讲，什么是难题呢？很简单，钓鱼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。他们又要我来钓鱼了，而且这一次听说我的教练有指定我要带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带了这2袋，有没有？水果、葡萄、苹果、番茄，这边有吐司。哎，看来他蛮了解我的哈。钓不到的时候，就是坐在旁边吃吃喝喝，看他就对了。走，来去找教练。哎呦，哎，狂人，对啊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对啊。所以今天是你要教我钓？不是啊，今天是美女，不是我。美女？对啊。谁？美女教练这边。太希望啦！他还回眸呢。嗨，等一下，哎，你好。到底是谁是老师？对，所以你今天要教我钓鱼啊？对啊。你们是我先收回来哦。你们是来骗人的吧？一般来说，我们知道喜欢钓鱼的，应该都是属于男生吧，很少有看到女生。对，偏少啦。但是我最近几次遇到了，基本上都是好像，为什么正妹都喜欢钓鱼啊？因为钓鱼圈很小，只要女生进来都可以称正妹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哎，精辟的见解，这是精辟的见解。好，刚好喜欢。哎，这是你叫我们要带的。对，其实我们今天钓鱼为什么要带这个？我们就是等一下有野餐店啊，我们就在这边野餐就好啦。你看，你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，没有啦，知道我钓不到鱼，叫我来野餐。哎，我今天是要带你钓大鱼哎。我们今天要钓的是淡水鱼种，算是最大型的。是什么鱼？欧溜。哦，欧溜。欧溜可以钓。欧溜可以钓啊。可是欧溜不是它没有吃。哎，我记得欧溜没有什么攻击性啊。欧溜就是我上一次看到欧溜是在花莲的那个黄金蚬鱼池里面，它不是有欧溜可以玩吗？对。你就把它吃掉放开。过来，来这里来。对，在这里。好大一尾哦，而且它的嘴巴摸起来好温和哦。它是用吸的，它的臼口是用吸的，但是其实它是杂食性，它什么都吃。那怎么钓？就用手，我们今天用手竿，给你来点刺激的。用手竿钓？用手竿啊。不是啊，欧溜没有攻击性，它怎么会去吃饵？它会在地上吸饵，像吸尘器一样。类似。哦。它的泳层是比较低的，所以它在下面吸饵，所以你勾什么，它杂食性的，你勾什么它都会吃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它不吃，我吃给你看。没有啦。你说它什么都吃？它真的什么都吃啊？来，我不相信，没有吃你就给我吃下去。这是什么问题？拿钩子来勾，就勾一颗。太大颗了，但是里面的欧溜真的很大哦。你知道老板说它有到60斤。等下60斤是多大？60斤大概35、6公斤哦。35、6公斤，它的长度，你就这样吧？应该没那么长，差不多啦。对啊，35、6大概这样子吧。这样啊，然后应该有这么肥吧？欧溜很大，很粗。那你钩子要用多大的钩子？哎，我今天你是用什么钩子？看一下。你用什么钩子？哎，等下，你现在这个钩的是什么？我现在钩玉米，因为我今天早上特别想吃玉米。哎，
奇怪，哎，平常我们钓鱼不是用什么鱼、虾，然后蚯蚓、面包虫，然后要不然就猪肝，要不然就是虱目鱼肚，或者是还有勾过什么勾肉的也有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勾玉米。今天的钓鱼老师彩珍正直其实是一位 OL， 虽然不是职业钓手，但对钓鱼钓虾却是情有独钟。而老师别出心裁，准备了蔬果养生餐，池子里的 OLU 赏不赏脸呢？我不信，他吃苹果。他真的吃，我才不信。而且你咬过的啊，他更吃。真的假的啦？还是只母的哦。哎呦，你在调戏我。哎，你好厉害哦，你会抛竿呢。啊？你会抛竿呢？我怎么一直在被取笑？哎，那个是吗？那不是，因为刚才你的饵太大了，我们的配重是让它留2目在上面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刚才的苹果太大，你现在拿上来再咬小一点。没有，你是这样？真的太大了啦。没有关系啦，搞不好这样会中。所以O6是哎，你看，有可能。它在往下哎。O6的讯号你要看哦，它是整个射下去才能开枪哦。吸下就对了。对，它会整个，它吸了之后就会转头。所以你只有一点点动是不能开枪的。好像刚刚没有嘛？那个没有，刚刚它只有下去这么一点点而已。对，那没有。现在有，有在玩你的饵，上下下。哎！我看到花钓。钓O6可说是集各类钓鱼技术于一身，因为O6的机警与爆发力，从钓主到钓饵，甚至连中鱼都有学问和技巧。老师第一次钓鱼教学，这个挑战会不会太高了一点？哎，我们聊了这么久，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对，钓O6就这样子，需要很多的耐心。多？大概这么多吧，需要很多耐心。等一下，他到底要等多久才会钓到？不一定哎，O6很喵，O6是我遇过最机警的鱼种。机警？对，它的机警性很强。你看它救饵你就知道了，它会吸一口，它觉得有危险，它就会吐掉。吸一口吐掉。一般的鱼都傻傻的吃了就走哦。对，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我早上不应该只买这些东西。应该买多点吼。对啊，买个什么火腿啊什么的。没有，应该烤的。cheese 啊，或烤肉啊。对，或烤肉。然后龙虾它应该也吃哎。你刚刚是用玉米钓？对啊，我用玉米。哎呦，玉米还蛮大颗的。它是泡过、有煮过的玉米，而且真的煮过这种你要挑大颗一点哦。大粒较好吃。好呢。嘿，你提看卖，有虾米无讲不？翁来。它是翁来哎。我们泡了那个凤梨酱下去，超香的哈。哇，哎，这个闻的都想吃了。真的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先泡过？就是让它味道会聚鱼过来。那O6它是比较喜欢酸一点的味道，所以我们会选择用凤梨。这就是 A 萨就对了。对，这是 A 萨。哇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那我用的是苹果哎，苹果也刚可以啊，也算酸了，也 OK 了，水果味。那现在要用吐司要吗？都可以，它都会吃，是哦，只是要看它，你不知道它今天想吃什么而已。哦，真的。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试啊。你刚刚试过了什么？我一早来试过了吐司，后来我又有中鱼吗？没有。那我们吐司先拿起来用吃的就好。吐司我觉得就不要用了，好不好？吐司不要。真的很饿哦。然后，反正我现在没事做，天气冷。然后，你刚刚现在用玉米。玉米有钓到吗？目前还没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用了。我们还有。对，刚刚有用苹果。我等一下用葡萄跟那个番茄。好，我觉得这两个 OK。好啊，来啊，你还有杆子吗？有啊。因为我觉得你的杆子运气不佳哎。运气？你是说我衰衰的吗？对啊，你自己看都没有动静啊。好，我们待会看你那边有没有动静。来，还有没有杆子？来杆子来。来杆子掉一下，哦，在那边哦。我自己去。好像会丢，好不好？先用什么？他刚刚说要用
欧溜喜欢吃酸的，欧溜喜欢吃酸的。反正老师在教，我们就先听老师的。老师说欧溜喜欢吃酸的，我们就给他酸的。比如说，对，这个叫做番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要让番茄的汁液释出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让它有一点流出去，然后它才会想要吃，要不然你怎么有办法钓得到它？你看，这样开始有没有？它会有汁液在水里面。My God，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哦，乔给我讲，万一番茄让我钓到，我跟你讲，真正是触晕啊！真的，出晕。哎，糊涂。拨开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它这样下去，在这里面。来，再使用一个天才小钓手甩竿方法。有无？啊呢？有无？接下来就是什么？永无止境的等待。我跟你讲，真有可能哦。那我可怜。哎，老师，我要中了哎！真的假的？它沉下去了，中了！中了！在！哎，好重哦，太重了啦！加油！台湾第一点，它沉下去了。对，它沉下去，你应该水深跑掉吧？你要看它浮标整个射下去哦。你拉一下浮标。哎，它回来了。可能那边有福寿鱼打窝，它往下钻的时候会有一个窝在那边，所以那边会特别深一点。那我们又有加铅嘛，所以它会沉下去。遇到了无锅鱼打窝，这一闹害我开心只有几秒钟，也让老师小小紧张了一下。虽然是个意外插曲，但也表示这水池底下生机蓬勃。接下来的比赛我不会再客气喽，老师尽管放马过来吧。等下来换一个几率比较高的，算秘密武器吗？甩竿过去试试看。没有看见谁？碰虾会。耍什么帅？甩不出去，还是有可能会有鱼啊。这场有如闹剧般的师徒对决，虽然状况连连，但玩笑归玩笑，到底是玉米有吸引力，还是水果胜出呢？还是得分出高下。为了增加比赛热度，老师提出了用美食来当奖赏。因为这里不仅是钓鱼池，也是家喻户晓的餐厅。除了必点的现捞活鱼，老板还盖温室种植有机蔬菜，就连鸡鸭也是自己放牧饲养。如此用心的美食，值得好好拼一下。哎，我的浮标嘞？哎，你的浮标嘞？我的浮，哎，等一下。杆子，它被拖走，中了！在！你勾到我的了！我在你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去旁边啊！你来这边，你的，我 K 死。你到左边，你过来！好慢。在哪里？它在哪里啊？在那里。对。哎，你的杆子好凹哦。哎，哇，你的。哎，好重哦，太重了啦！加油！哦！赶快啦！
要不是鱼线另一头如猛兽般的拉力如此真实而且强悍，我真的会以为自己是在做白日梦。而这将近半小时的人鱼拉锯战，终于要进入尾声喽！我的天哪，有够累的。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办？你等它骨头它没力了之后，我们再捞上来，你再盯一下，加油！他没力，我也没力的啦。哎，这么等一下强，怎样怎样？哎，对，不过瘾，手干，抽筋了。哦，手干但是很过瘾。哇对，哦，哎，太大了啦！塞，这是25斤以上哦，我要怎么弄？我现在怎么弄？我现在怎么弄？拿网子，拿网子。网子在哪里？网子。最近哪一只网子有吗？过来一点。哎，拉过来一点呢，你不这样会掉。甩开，甩开。用力一点呐，哎。我要下腰了，来了。哇！哇！哎，不是，你要不要把那个线给我？你看，对，你再推一点，再推一点啊！哦，好累的，好大，哎，超大，太大了吧！我不敢抓，我怕我的手被线扯到，哎，小心手啦，好大啊！但是你要放回去，你在整我吗？他老板呢？我们发起。老板，铁盲啊来啦！哦，这个宝贝，这个，哎，这边要用啊，这边要用，这样吗？不要从头啊，或者从尾巴这样捞上去。我捞。从尾巴。对。来橡皮。哎，我摆这边。来，我摆这边啊。1、2。哦。哇塞！哦，这算正吃吗？这正吃它，你看它嘴巴吃到钩啊！哦。哎，好大哦。这抽溜哎。好大啊！我没有看过。好大啊！那几斤？有没有脱钩的？我这里前面我把它钩子先弄掉好，要不然它这样一直勾着它。等一下啊。哦，大哥了，等你等很久。等一下。哦，大只的哎，第一只哎，鱼尺不够用哎。你这尺不够呢。怎么拿过来？你这个我拿过来，看。哎，米极了耶！哎，它其实破米，它其实很累。哦，等一下。哎，我也很累耶。真的吗？其实我比你还累。我爸爸要咬哦。啊，不会咬啊，它没有牙齿啊。哦。哎，破米哎，120，120。120。哇塞，这个是来把它放进去。哎，你不要抬太高，不要抬太高。拜拜。他真的是可敬的对手哎。哦，拉得很累哈。他就这样不溜就不见了。我觉得你这个学生孺子可教也。怎么说？第一次你就给我钓到破米了耶！我跟你讲，这一切哈都是老天的帮忙啊。因为我刚只是在喝咖啡，我刚刚脑子里只是在想说，其实这样钓鱼也不错哦，没什么事情来这样这里悠闲的坐着，吸这边的空气，然后听这样，你听哦，你看，虫鸣鸟叫，有没有水车跟鸟叫声？然后我正在看着对面的那几棵树，还在想那是什么树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浮标不见了。所以我根本没有想说他在干嘛，心态就对了。其实钓饵鳢就是这样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能太认真，太认真鱼就不跟你认真，它就不会咬。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在钓鱼的时候，我都看他们都这样，在那边等。你在放电吗？然后就这样一个下午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其实不用，你就带一杯咖啡，然后找几个朋友呢，就在这边丢的聊聊天，然后。很喘哦，很喘啊，鱼就会来了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走，好啦，现在去哪里？吃大餐啊，送哦，1米2，对啊，米奇耶，米溜，我们叫米溜，米溜，给，讲没讲？
候，钓鱼还有有对学生这么好的哦？一定要的啊，因为你有钓到大鱼才有这样子。那如果没有钓到呢？大概就1只福寿鱼了。那其实也不错哎。听说这里也是算是无碳料理，然后鱼也是他们自己的，而且看到他它就是们自己的。旁边现捞的，对啊然后就过来吃。然后鸡也是他们就旁边的自己养的吧？连菜都是自己种的。菜也是自己种的。对呀。这老板实在是还蛮好的，都不用出去买菜了。不用出去买菜，真的。那哪一个比较好吃啊？先吃吃看哪一个。好啊，你要先吃鱼吗？像它的糖醋鱼，它的福寿鱼其实很有名哦，真的。我在网络上看到它福寿鱼，大家都很推荐。真的吗？还有盐烤的。哇塞，你看这，哎呦，给你切面。嘿啊。都夯出来。它的肉质好细哦，看起来。好香哦。来吃吃看。蛮香的，烤的蛮香的。没有土味。吴郭鱼这养殖的时候最容易吃出它的土味。土味。嘿，它们不会。我最怕吃，因为我自己是住花莲，我吃海鱼吃习惯了，一旦吃到淡水鱼呢，就会有土味，对我来说就很明显。太明显，真的。真没有，OK，好吃好吃哇，不一样。还有什么鱼？还有什么？要不要吃它的新鲜的鸡？喏，来吧，吃个鸡。吃鸡。好，吃了。咦，哎呦，所以啊，还沾鸡酱哦。哇，桃园这客家人最爱沾鸡酱。鸡酱。吃腿。哦，好吃啊！你说夹留给他吃的。那我们这种男生是比较 gentleman 一点，不会直接就往，有没有？就留给他的，留给老师的。那我们也是尊师重道。也不错哎，它的鸡有一点点，有点香味。鸡的肉质很好吃哎，好吃。其实像我这种学生是不是很难找啊？第一次钓到米溜，确实我有点惊讶。这叫新手运，真的。下一次我看起来就不谢谢幸运之神今天站在我这边，更要感谢彩珍老师的指导，让我钓起人生第1尾米溜。虽然老师有些无厘头，有点不按牌理出牌，但或许就是因为心情放轻松，反而让我们此行收获满满。说好的溪钓，我们择日再战哦，不见不散。宜兰礁溪是台湾知名的温泉风景区，也是少见的平地温泉。这里的温泉属于碳酸氢钠泉，除了提供民众泡汤，还能用来种菜、养殖。据说这里出现了一种非常喜气的财神鱼，不但深受热带鱼玩家喜爱，甚至还有注册专利商标。想要发财求好运吗？来去会会泡温泉的财神鱼。大哥。嗨，老豆，你好。听说你在这边用温泉养鱼哦？对啊。人家不是都是用温泉在煮鱼的吗？温泉养它不会，它那个温度不会高到鱼就直接浮上来？不会啊，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个水量去控制啊。哦。对啊。现在这个是温泉？对啊，这都是温泉。是吗？对啊，这个是温泉。鱼的公母到底要怎么分啊？人怎么分？人其实蛮好分嘛，对不对哈？大家都也一样啊。这个就是母的，这个就是它的生殖器啊。我以为它是公的，我用摸的，我都不用看的。来，给我。公的。对，没错。是不是？台湾第1点。舒服好舒服哦。那你这里面养的是什么鱼？这个是那个红财神啊，金刚鹦鹉，这个是我有注册的金刚鹦鹉。金刚鹦鹉。对，然后因为它是红色的，所以
也称作红财神。就是人家就是应该怎么讲？我们常常去，比如说朋友家里呀、或者是有在做生意的人，你进去那门口有一大缸，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红色的，对，是那种对，那个叫做有一个叫雪鹦鹉，对。啊，但是我这个比雪鹦鹉还要高级一点，因为它以后未来比较有那个发展的潜力。第一个，它会长得比较大，对。第二个，它头会隆起，哎，对，就它的隆起是类似像什么隆起？像这个卡通影片有没有被铁锤敲到啊，然后像那个鱼前面肿一包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是长什么样子啊。这个头还是要挑一下，因为这还是小鱼啊。对，这个是鱼苗哦。对，这个是鱼苗。它长到，我们现在先来看它的一般小鱼的样子。哇哦！但这看起来不是红色啊。哦，现在这个是橘色的。这会不会太多了？这里面的是什么？这里头都有这个，因为它跟雪鹦鹉是近亲哦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改良的，所以它会有那个，这就是未来的那个金刚鹦鹉红财神啊。它长这样？对。你告诉我它是未来的金刚鹦鹉红财神？对啊。它的黑色的会退掉，变成是红色的吗？对，小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全黑的。像这样子全黑的。对。啊，我好难想象哦。你看这样怎么可能？但它长大以后就会变成那样。对。哦，那你怎么判断它是金刚鹦鹉跟一般的？看体型，现在是目前是挑体型，颜色那个是没问题。对，颜色都是以后都是一定会有的，只是差别说它的头会隆起来跟不会隆起来，你怎么判断？就是现在就是看头型。啊，你这样看得出来头型？对，你可以给我看一下两种不同的头型。好，这个头型有没有不一样？头型有不一样吗？这个比较圆一点，这比较尖。最主要这边，对它来到这边的时候会凹下去，对，很深，有一个好像折痕，对，这个没有，有没有？它只有一点点而已，然后这个头就变比较圆。那以前有些人以为说，凸起来是这里，对，它是驼背。变漂浮啦，它不是头隆起来，对，它不是头隆起来，它是驼背，它是变成驼背的形状。大哥，那你怎么发现这个？没有，这个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是要生雪鹦鹉，那时候雪鹦鹉。民国70几年，台湾的热带渔业者利用紫红活口鱼和红魔鬼鱼杂交，培育出拥有讨喜大红色的雪鹦鹉鱼，很快就成为华人世界里热带鱼的主流。看准这股商机的郑大哥，也试着改良培育，却意外孕育出头顶有隆起肉球的新品种，并取名为金刚鹦鹉鱼，更注册专利商标。因为这个小时候同样这样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雪鹦鹉这种比较可爱，因为它比较圆，然后我们这个比较长身一点，它比较可爱，而且它是小时候它是微笑嘴，它的一直都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是跟一般鱼的一样，就是嘴是这样子的，一直这样，一般鱼的那种。一般我们雪鹦鹉曾经在台湾，它价钱最好的时候，一尾鱼要价多少钱？大概指甲大，一条1万多块。最刚出来的时候，指甲大一条1万多块。对，鱼苗，哇塞，这么贵？对。那它养到这么大，那怎么办？那当然啦，还没有养到这么大的时候，市场已经掉价了。因为那前面买鱼苗买1万多块的人那不就是没有？因为它的那个时间很短。OK， 它出来大概只有3、4个月之后就主赔了，就大量已经有人已经
比较多量繁殖了，哦，所以价格就马上从那个什么1万多马上折半，再折半，哦，每个月都在折，哦，折到最后大概1年左右，我才有升到我自己的金刚鹦鹉哦，但是我卖的就剩下20块，哦，真的哦。郑大哥说，20几年前，礁溪当地的温泉观赏渔业者曾经多达20几家，而现在只剩他继续苦撑。礁溪温泉属于碳酸氢钠泉，水中含有较多的矿物质，会造成鱼鳃部的负担。但雕科鱼类不怕水中矿物质太多，同时利用温泉的天然温度，使水温维持在28度上下，让属于热带鱼类的金刚鹦鹉鱼可以安然度过宜兰冬天的低温。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？我要分那个跟鱼的那个公母啊。哎，对呀，鱼的公母到底要怎么分呐？看人怎么分。人其实蛮好分嘛，对不对哈？大家都鱼也一样啊。真的吗？对呀，鱼也一样啊。是吗？是。哦。你这里面有公有母。对。公母要这样开。它整个都是红色的了耶。它黑色的都不见了。大部分都退沙退掉了。退沙？就黑色的，就我们所谓退沙，就是黑色的不退掉，转换成那个红色的时候。OK。那为什么要戴手套？因为这是雕刻的鱼哈，对，背鳍很刺，刺得很痛。对，很刺得很痛。好，你怎么看？这个就是母的。哎，为什么我看起来本来像公的？你看这个就是它的生殖器啊。我以为它是公的，这是母。这是母的，那公的呢？这一条就是公的。谁看得懂啊？哎，这个好像龙头鹰哥哦。这个话可以。软软的哎，好像都是脂肪的感觉。对。如果把它剖开里头，有点像子宫那样。台湾第1点，这谁看得懂啊？这个跟那一只，好，你抓那一只，你抓那只，这两只不长一样吗？没有一样，不一样。哎，不一样。你说，那你还说跟人一样？这个比较凸，这应该是公的啊。人不是看生殖器啊，这是公的啊，这是母的啊。这个母的，你摸它的肚子，摸肚子。这个摸肚子，应该是这个感觉像摸到气球哎，这个感觉像摸到石头哎，对，很妙哎，这摸上去是气球。我其实跟你讲，如果照这样，来你随便抓2只来，我摸给你看。我用摸的，我都不用看的。来给我，公的，对。没错，是不是？再抓一只来。原来分公母用摸的就知道了，我都不用看，我已经炉火纯青了。来这样，母的，连你都看不出来啊。对，这只有点争议。来，不用有争议，我再摸一次。有争议耶，它怎么要软不软，要硬不硬啊？这只先放回去，再多养几天，它还没有性成熟，它还没成熟起来。好，这只都不要看。等一下，在哪里？我摸对了吗？公的，对，有没有？再来，随便再摸一只。不要说我们只会摸公的，
这母的嘛，对能修修，对，有没有？它因为它需要爆卵，所以它里面肚子有空间，就准备之后要有卵可以放。对，它就是里头有卵，所以你摸起来比较软。所以它摸下去，它会有一个像这样的空间，对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公的就没有，公的就这样对，摸下去。公的里头就是只有筋带和对肉那些肉而已肌肉。哦，懂。所以原来是这样子分的哦。没有，最主要还是要用看的啦，因为你刚才我们说有争议那一条啊，有可能就是母的，真的吗？但是它的卵排掉了，哦，它的卵排掉了，所以你摸起来就会觉得硬硬的。哦，懂了。但是我看它的生殖器是像母的，但是你摸起来就它的肚子还是会。而且我们现在看这整个鱼啊，它整只鱼的颜色跟小的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。对，你看它现在这样子。它已经开始有橘红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只要再靠灯下去照它，它自己就会开始去转色。是，不是吗？对，它的红色素还是要吃虾红素才会转色。吃虾红素，对，吃虾红素它里头有红色素，再靠灯光去把红色素拉到极点。哦，哎，大哥，现在我们要这个时候分公母是为什么？哦，分公母啊，分公母就是因为母鱼啊。它体型比较小，对，哦，公鱼体型比较大，然后公鱼呢也比较会隆，头部会隆起来，母鱼就小小的隆起来。哦，所以现在要先分开来。对，它那个价格是不一样。哇，那养在一起它也不是可以养的一样，但是养在一起又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，因为它是雌雕科的，对，那为什么叫做雌雕？因为雌雕就是会照顾小鱼。对，哦，它天性就是要照顾小鱼。对，那要照顾小鱼，它天性就是要对外要凶。哦，所以它攻击性也比较强。啊，你如果公母养在一起的话，它会配对。配对。它配对之后，别人它就会变得比较凶了，好像小狗生小孩。哦，你不能去靠近它。那同样，你养在鱼缸里头，这里有一对，这里有一对，其他人都不能去它的领域性就比较强一点。对。哦，懂了。如果分开的话，就会那个啊，再来一点。它头部隆起会因为交配而不见啊？是哦。金刚鹦鹉小时候无法分辨公母，要等到13公分以上的中大型鱼，生殖部位才能够明显。由于它们是不同品种间的杂交种，所以雄性的金刚鹦鹉无法生殖，只有母鱼才具备生殖能力。只要适量添加虾红素，就可以让它们长得头好壮壮又红彤彤。哦，这个是成体是吗？对，成鱼啊，成鱼。所以它的龙头会很大吗？哎，不一定，有时候水质好的时候就会哦，哎，这个好像龙头鹰哥哦，超像龙头鹰哥的，哦。这个，可以摸它头，可以。哎呦，软软的哎，好像都是脂肪的感觉。对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还有一颗，而且它摸起来没有什么鱼鳞的感觉。如果把它剖开，里头有一点像果冻那样。像果冻。哇，好好笑！而且它的嘴巴，它一直都是这样。嘿，你好。这样，哇。这算是很大的了吗？它的龙头，算很大，还会更大，还会再更大。对，还有可能更大。它前面好像有一颗像网球的感觉，好妙哦！哇，来一只来，哦，哎呦，这样子啊，哇，哦。大哎，它前面好像一颗网球哦，你看这个，对啊，哇，你怎么开始发现的啊？哦，这颗哎，每只鱼的表现都不太一样啊，所以要筛选啊。哇，所以价格也不一样。它的价格高低好，就这两只来讲，哪一个价格好？当然这一只啊，因为它没有黑色，退沙还没有退3只。哦，我觉得它最可爱的除了是它的龙头的部分，再来就是它的嘴。哦，
啊，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说小时候那个雪鹦鹉是微笑嘴嘛？对，其实它长大也会，长大也是微笑。它只是小时候的时候是平嘴的，它长大也是有一点点微笑嘴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所。以它们血统是很相近。是哦，这些大鱼都是公的，然后这一条是母的。母的就会比较小。啊，公的。但他们是同年吗？基本上没有差很久。但是体型差这么多。对，体型会差很多。母鱼到10几公分之后就会有一点停滞的状态。哦，懂了。其实母鱼当然也是会有头啊。对。母鱼也是会有头，但是它的头没有像公鱼那样子会比较暴一点。身穿喜气的大红袍，头顶夸张的大肉球，再嘟起一张小嘴巴，憨憨的可爱模样，难怪金刚鹦鹉鱼可以一红30多年。郑大哥说，饲养金刚鹦鹉，水温保持在摄氏28度到30度之间，每周大量换水3/4，只要好好照顾，寿命可以长达10年以上，体型超过30公分都不是问题。小豆，这边还有比较特别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一颗星红财神。一颗，台湾第一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一颗星红财神。一颗，来。这样子，你这样子看，是不是像一颗星？一颗爱心。哦，它的尾鳍是没有的。对。哦，所以它也被培育出来，变成是特殊的一个品种。不是，这是那个什么，有时候生畸形的，然后尾巴没有。对。可是后来觉得说，它真的也是蛮漂亮的。对。当然。没有办法量产啊，因为这种是几率的问题。几率的 ，OK。那后来就用人工的方式。对，小时候就要把它手术掉。是哦。对。所以它在里面游也不会影响的。不会。一样可以，一样这样子可以正常的。叫一颗星。对，还蛮可爱的。哇，它好像那个翻车鱼哦，在海里的。对啦，你那个翻车鱼的。所以也有玩家很喜欢像这样。对啊。懂了。这就像一颗爱心一样的。OK， 酷哦。对，外形是长得都是差不多的。对啊，一样，就是差在尾巴的部分，但是它游还是正常的。那反而它的尾鳍发展的又更好。对，下面的这个对，因为这边没有空间，对，挡住它。原本如果正常的话，可能这样子，它就会比较窄一点。然后现在变得比较大。哇塞，郑大哥，请教一个问题，像为什么它一定要养在就是比较光源没有那么充足的地方？因为鱼它本身都会有那个保护色，你如果光线太强、太白光的话，它就会呈现比较白的状态，你比较暗的话，它的暗是红嘛，对，所以鱼就会比较红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刚鹦鹉，跟我们这种齿雕科的鱼，它的体色原来它最暗的颜色就是红色，对，所以当你给它在一个比较暗的地方，它就觉得它就随着那个颜色，它会把自己再变得更暗，对，然后它就反而是我们要的更红，对。给它吃虾红素，然后把它的环境改变一下，它就整个变红，会更红的颜色。对，大哥，那你自己繁殖出来的鱼，你卖出去现在价值最高，你卖过多少钱？我卖过一条3万多啊！哇，一尾鱼3万多块？对啊！哇塞！本来在我们的风水学里头，对，红色就是求财嘛，求财，对，所以说它又是红色的，所以红色的在我们尤其华人世界，对，它是立于那个算不败之地啊。对。淡水鱼里头应该属这一条鱼最红的。
可能其实也蛮多人在养的。反正呢，就是你只要心情愉悦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，对吧？你养到一尾你很喜欢的鱼，把它养得漂漂亮亮的，你心情好，它健康好，那家庭自然好，也是这个概念。郑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激不尽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虽然我们常说自然就是美，但因为人为意外而被创造出来的雪鹦鹉或是金刚鹦鹉鱼，不管是纯欣赏或是风水考量，它们一身讨喜的大红色，成为新居乔迁、开店庆祝等送礼的第一首选，在水中自在悠游，成为一道最美丽的风景。看完了今天的节目，有没有什么获得呢？如果有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